师母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原来男人的名字叫小安，一直跟着怀才不遇的师傅学雕塑。这天师傅对小安的作品非常满意，于是便带他去酒吧潇洒。师傅决定留下来过夜，而醉酒的小安依然坚持回家。可刚到家门口，他就醉晕了过去。幸亏在家的师母听到动静，出来把小安扶进了家。师母看到小安的样子，十分自责，自己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却丢下徒弟不管。我记得。我去冲杯热茶，给你醒醒酒。来，谢谢。慢点喝，小心烫。喝过热茶的小安回到房间就睡了过去。原来师傅和师母的感情早已经名存实亡。师傅阿达是个怀才不遇的艺术家，只能接一些不入流的活。他一直抱怨年轻貌美的师娘连个屁也放不出来，断了他们家的香火。因此师傅在外面广撒网，希望能有收获。这天阿达想要带女朋友珍珍外出旅游，于是便回家骗妻子，自己到外地谈生意，要2天后回来。妻子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发现抽屉里多出一盒录像带，阿达非常紧张，抢过录像带就放回了抽屉。很快阿达收拾完行李后就急匆匆地离开了。师娘好奇地向楼下望去，却发现阿达的副驾上居然有另一个女人。师娘立刻想起了刚刚的录像带，于是便把录像带放进播放器看了起来。不看不要紧，一看顿时把她气得火冒三丈。可冷静下来后，师娘想到这录像带就是阿达净身出户的证据，于是她换好衣服，打算去一趟邮局，并且安排小安看好家。眼看师母离开，小安偷偷进入了她的卧室，还在衣柜里翻找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师母发现忘记带身份证，就折返了回来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小安见师母折返，急忙羞愧地跑回自己房间。可是师母想了想，不能打击年轻人的自信心，于是主动找到小安，对他说：年轻人做事不该半途而废，留下来，把它完成吧。转眼间2天时间过去，神清气爽的阿达回到家中，居然发现妻子跟小安有说有笑的在逛街。回家以后，阿达刚要质问妻子，没想到妻子直接拿出了录像带。阿达知道他的事情败露，于是阿达又把这件事扯到了妻子没有给他生个一儿半女上，可妻子却认为阿达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自身原因。两人经过争吵，夫妻关系彻底破裂，不欢而散。可很快阿达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，他的女朋友珍珍居然怀孕了。一直为没孩子而苦恼的阿达欣喜若狂，当即决定要为珍珍赎身，跟她组建新家庭。可赎身需要270万，看着楚楚可怜的女友，阿达一咬牙就答应了。次日，阿达想卖掉和妻子共有的房子来替珍珍赎身，妻子当然不同意。这栋房子我不卖了，这位先生你请吧。别理他，你尽量帮我卖个好价钱。我说过，这房子我也有一份的，我现在没有打算要卖。这位先生，你请吧。阿达狗急跳墙，索性摊牌，说珍珍怀了他的孩子，要求立刻离婚。妻子听后放声大笑，他告诉阿达，想离婚可以，但房子卖了，他要索取高额赡养费，阿达1毛钱也别想拿到。眼看计划泡汤，阿达心生一计，他偷偷在饭菜里下了药，趁着妻子和小安昏睡过去，然后伪造现场拍照。拿着这些铁证，阿达再次逼迫妻子。这一次，妻子看着照片，冷笑着签下了离婚协议。阿达得意忘形，以为自己大获全胜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妻子却拿出了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，她也怀孕了。而且他明确告诉阿达，这孩子绝不可能是他的。原来妻子早就知道问题出在阿达身上。阿达瞬间如遭雷击，他冲到医院检查，结果证实妻子说的话全是真的。双重打击下，阿达彻底疯了。他先是把小安暴打一顿，然后怒气冲冲地杀到酒吧找珍珍，结果发现珍珍根本没有怀孕，一切都是为了骗他的钱。失魂落魄的阿达刚来到马路上就被汽车撞飞，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。而小安得知师傅的死讯后，羞愧不已，离开了师娘。看到这里，你觉得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？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